我小时候烧坏了脑袋，谢崇因为娃娃亲不得不照顾我，但后来他喜欢上了他的学妹，便总把我推给他的兄弟陆思昭，让他陪我。那天我和学妹在车祸中同时伤到了头部，谢崇选择先救学妹，我差点死于抢救不及时，他也只是淡声解释，抱歉，但我不后悔。他的头不能受伤，他为物理而生，不该变得和你一样。我终于决定放弃谢崇。在他再一次将我推向陆思昭时，我跟陆思昭回了家，一夜未归。听说当晚谢崇找我找疯了，我握着2张情侣活动员的门票，刚到谢崇他们实验楼下，就抑制不住雀跃的小跑上楼，到实验室门口正准备推门，一道甜甜的熟悉女声刚好响起，喂，谢学长，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，天天跟在你身后的那个女孩是不是你女朋友呀？说话的是谢崇的学妹宋怡。我愣住，手里的票被我不由得握紧。谢崇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冷疏离，不是。下一秒宋怡就愉悦地噎了一声，那是不是代表我可以追你了？谢崇没拒绝。我推开门，正愣地站在原地，没有掩饰眼底的无措和难过。谢崇看到我，眼神依旧淡淡。旁边有2个男生见气氛逐渐尴尬，连忙出声打圆场，嗨，开玩笑呢，开玩笑，妹妹你别介意啊。宋怡她就是瞎说的。宋怡站在谢崇身边，弯腰压在桌子上拨弄他的袖口丸。听到2人这么说，他直起了身，扑哧一笑，你们这么同情他呀？看他可怜，你们怎么不跟他在一起？跟他只能聊低智商话题，哄个跟智障儿童一样的人当你们女朋友，是什么奇怪的癖好吗？2人被说得满脸通红，悻悻的不再说话了。在我抱歉地看向他们时，他们立刻避开了视线，像是害怕我真的粘上他们。谢崇自始至终都没否认过宋怡的话，他只是对我的出现有些不满。男生微蹙着眉，冷淡的语气中夹杂一丝质问的意味，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待着，乱跑什么？手中的票已经被我捏得发皱，我将手往身后藏了藏，抬头困惑地看向谢崇，为什么要骗大家呢？我不是你女朋友吗？整个实验室安静到能让我清晰听到自己带着哭腔的颤音。谢崇像是听到什么莫名其妙的发言，他放下手中的数据本，定定看了我2秒，反问，你以为我们是情侣关系？他眼底映着明晃晃的荒唐，刺得我浑身难受。不是吗？谢崇没有回答，也可能是懒得回答。宋怡无语望天，笑得有些无奈，妹妹，你已经傻到没有自知之明了吗？在最角落做实验的陆思昭始终背对着我们没说话，此刻却转了过来，看向宋怡和谢崇，上周的实验数据还不打算发给我？众人都默认是在问谢崇。谢崇揉了揉眉心，也觉得有些难办。这次数据我在问他。陆思昭淡淡打断他，目光落在宋怡身上。宋怡不明所以的压了一声，小声询问，陆学长，这个实验难度系数太高，不是默认只用你和谢学长做就可以了吗？我不会呀。不会。陆思昭撩眼，似笑非笑地注视着他，我以为你这种高智商一定会做。宋怡尴尬地笑笑，我跟学长你相比，智商还是有点低。陆思昭后倚在多媒体上，嗓音散漫，是吗？那按照你的逻辑，我是不是也该叫你去智障儿童？宋怡身体似乎比我还差，被陆思昭说完后就趔趄了一下，脸色发白。谢崇及时扶住他，低声问，怎么啦？我好像有点低血糖。他有气无力地说，下一秒就倒在谢崇怀里，声音虚弱，我头好晕啊，谢学长。谢崇闻言把他直接横抱了起来，视线不经意落在不远处的我身上，脚步一顿，他像是在看一个麻烦，偏头对陆思昭说，帮我照顾他一会儿，我先送宋怡去医务室，晚点再来接他。谢崇又把我扔给陆思昭了。陆思昭收起仪器后径直朝我走来，目光落在我藏在身后的胳膊上。这段时间我跟他相处的时间要远多于谢崇，他已经比谢崇还要了解我，直接拉出我的手，摊开手心，看了眼票上印着的字，问我想去玩。我摇了摇头，毕竟情侣活动员只有情侣才适合去，我和陆思昭去非常不合适。他好像没看见我摇头，没有放开我的手，就这样拉着我往外走，嗓音懒懒，陪我回寝室换个衣服再去。被陆思昭带到情侣活动员时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直到一个推销游戏的姐姐走到我们面前，哇，你们这对是我今天见过最养眼的情侣啦，来参与我们的游戏吗？大脑好像不能很好的控制我的嘴，我几乎是脱口而出，姐姐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情侣，我的男朋友没有在这里。姐姐皮笑肉不笑的打量了我几秒，那你可真光明正大。看我的眼神变得唾弃，冷哼一声离开了。陆思昭也松开了我的手，笑意寒凉，挺好，那你叫你真正的男朋友过来陪你，我这个小三就先回去了。我这才明白，刚才那个姐姐以为我劈腿陆思昭了。见陆思昭真的要走，我小跑追上去拉住她的袖子，对不起，我惹你生气了吗？从小养成的讨好型人格让我下意识道歉，刚才我不是故意污蔑你是男小三的，我没反应过来，话就说出口了。我想我好像把陆思昭的清白毁了。陆思昭耷拉着眼，了一声，声线听不出什么情绪。我知道了，你先放开我，我给你男朋友打电话，让他来陪你。这是情侣待的地方，我没资格带。我没有忘记谢崇不久前的否认，慌张的摇头，我没有男朋友，现在打扰谢崇，他一定不会来接我的。我想起陆思昭让我放开他的话，手犹豫地松开他的袖子，但下一瞬又被陆思昭拉住，他蓦地用力将我拉到他的身前。男生低头凝视着我，谢崇不是没有单方面恋爱这一说，谢崇否认了，那就不是了。所以我沉默地摇了摇头。陆思昭眼底的冷意褪去了些，原谅我刚才乱说话的行为了。活动园里展位不少，我和陆思昭悠闲地逛着，直到我被一个兔子毛绒玩偶吸引，停下了脚步，非常精致可爱，是可以当兔子公主的程度了。陆思昭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喜欢，我摸了摸钱包，有信心拿下兔子公主，但走到展位，老板却说不售卖，那是游戏第1名的奖品。老板指了指面前的一盒巧克力棒，情侣双方各咬着巧克力棒的一端，剩余长度最短的获胜。我失落地望着架子上的兔子，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，不愿意离开。
余光中，陆思昭走过去，抽出一根巧克力棒，过来，女朋友。他语调散漫，却叫得理所当然。给你银兔子，不是情侣怎么可以玩这个游戏呢？会亲到的。我觉得陆思昭有一点轻佻，小步子挪过去，压低声音提醒他，不能玩，会亲到的。陆思昭勾了勾唇，笑意蹊跷，只要你不动，我就不会亲到你。他语气悠悠，却好像又夹杂些不知名的情绪。放心，我不是谢虫，没那么随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陆思昭今天跟地雷一样，一踩就炸。既然亲不到，那为了兔子公主，我打算试一试。我按照陆思昭的话，咬着巧克力棒的一端，乖乖不动。等他一点一点靠近我，在距离只剩下2厘米左右的时候，我正然地看着男生倦懒的眉眼，心里好像住了一只吃了跳跳糖的小鹿，砰砰乱跳。陆思昭专心致志地咬着巧克力棒，靠近的速度越来越慢。鼻尖相抵时，他停了下来，似乎在考虑是不是该咬断。此时，我的后背被匆匆路过的人忽然撞了一下，没站稳，前倾了靠过去，然后不偏不倚地撞上了陆思昭的唇。完了，我成那个轻佻的人了。陆思昭只顿了1秒，抬眼对上我的目光，便立刻蹭着我的唇咬断巧克力棒，然后退开。非常短的一小节，老板一看凉都不凉，就把兔子公主塞进我怀里了。就是嘛，这个游戏不亲上，怎么可能拿到第一？别的小情侣都害羞，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亲，还是你们俩开放大胆。我将下半张脸几乎都埋进毛茸茸的兔子里，来掩盖自己已经烧得绯红的脸。总感觉老板的话像是在骂人。以陆思昭的脾气，他不冷言嘲讽我几句，这件事是不会过去的。果然，没走出几米，他就轻嗤了一声：“你不让亲，我就让亲了。我守了20多年的初吻没了，你不该说点什么？”我装没听见，头埋得更低，只管往前快步走。但陆思昭不打算放过我，他一把将我扯了回来，迫使我抬头看他。装死，我躲不开了，只好把脸从玩偶里掏出来，顶着一张像被火炉烤过的脸，喃喃道：“那对不起。”陆思昭并不买账，居高临下的逆着我，一句道歉就够了。我现在把你兔子抢走，跟你说句对不起，你也能原谅我。我又不是没脾气。被他的咄咄逼人气得不轻，抬起头回视着他。那你要怎么样？不然你要亲回来吗？我那转得慢的脑子，导致我在说完那一刻没发觉有多尴尬。是在陆思昭注视我2秒，默声拒绝时，才慢吞吞反应过来。我只想刨个坑把自己埋了。陆思昭平淡地挪开视线，不聊，不想亲你，是非常正常且在情理之中的一句话，但气氛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冷却了下来。后半段时间我都抱着兔子，没怎么再说话。陆思昭也兴致缺缺的，一直到傍晚他送我到家，分别时才开口：“别喜欢谢虫了，他对你不好。”不等我回答，他就转身走了。残阳的光影洒了他半身，我盯着他的背影，感受到了他的不开心。陆思昭的话有道理，其实在谢虫频频将我推给陆思昭时，我就已经开始慢慢不那么喜欢他了。否则今天也不会只短暂的难过了一小会儿，就被陆思昭转移了注意力。我具备正常人的所有情绪，但我的头脑不允许我的世界过于复杂。我想的很简单，谁不喜欢我，我就不喜欢谁。我的讨好型人格也只对那些对我好的人展现。想通后，我给谢虫打了个电话：“喂，谢虫，我想跟你讨论一下娃娃亲。”他在那边不耐烦地深吸了一口气，低声打断了我没有说完的话：“我说过了，我会照顾你。今天的事别想太多，我和宋怡因为某些突发情况跟导师去了外省，回来再去看你。”接着就挂了电话。我有些气闷，我明明只是想跟他说解除娃娃亲。1周后，我得知谢虫比宋怡早1班飞机先回来了，换好衣服就打车去找他，迫不及待想跟他解除这个毫无意义的娃娃亲。但在即将到校门口时，另外一辆出租车追尾了我们，巨大的冲击力撞得我头晕脑胀。我已经记不太清那天的具体细节，只记得我2条胳膊卡在破碎的车窗里，头昏昏沉沉的，全身都痛。晕过去的前1分钟，我看到谢虫疾步跑向我，然后越过我，将后面车里的宋怡抱了出来。他只随口安慰了我一句：“圆圆别怕，救护车很快就会来。”便先带着宋怡离开了。再次醒来，我是躺在病床上的，胳膊和头都疼得让我想哭。病房静悄悄的，除了我没有人了。半个小时后，谢虫才出现。还疼不疼？他抬手做事来揉我的脑袋，我下意识避开。谢虫的手悬停在空中，温和的眸子沉寂下来。你怪我没有先救你？我隐隐觉得我应该是没资格怪他的，毕竟他不是我男朋友。我只是因为被抛下，有一点难过，可能还要再多一点吧。谢虫收回了手，他平静地俯视着我，语气冷静而客观。抱歉圆圆，但我不后悔。宋怡的头部受伤了，我必须第一时间救她。她的脑子是为物理而生的，不该变得和你一样。此刻我才感觉到作为笨蛋的无力。如果我再聪明一些，一定有很多理由反驳谢虫。可现在我只会紧抿着唇不说话。没听懂吗？谢虫再次用直白而残忍的话给我解释了一遍，意思是如果重来一次，我也会选择先救他。聪明人的语言杀伤力好大。我不想听了，僵硬的转移话题。谢虫，我已经听明白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把娃娃亲解除吧。他没回答，半晌笃定地下了结论：你还在跟我置气。明明他的神色未变，却让我莫名发冷。我正想否认，他的手机恰巧响起，对面响起宋怡的声音：喂，谢学长，我的手好像抬不起来，你能过来喂我吃饭吗？于是谢虫又走了，只留下一个双手被裹得像粽子一样的我。我没办法，只好打电话给国外许久不联系的爸爸，最终用半个小时的臭骂，让谢虫摆脱掉了我这个名为娃娃亲的小拖油瓶。挂掉电话前，爸爸低声嘟囔了一句：你早就满18了，我没再养你的义务，你可不能来美国找我呀，以后能别给我打电话就别打。然后我就被爸爸拉黑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病房门再次被推开，进来的人是陆思昭，后面跟着谢虫，显然又是谢虫把他叫来的。既然圆圆跟你比较熟悉，那就帮我照顾他一段时间。宋怡那里离不开我。陆思昭看见我的瞬间，神色就冷了下来，他垂下眼，像是在平复情绪。半分钟后冷笑一声，讥讽地看向谢虫：你女朋友，你让我帮你照顾？
谢崇拧眉，我说过了，不是我女朋友，我只拿她当妹妹看。宋莹又打电话过来了，谢崇边接起电话边离开了病房。陆思昭反锁上门，目光落在我胳膊上。谢崇说你伤得不重，我不赞同的摇了摇头，应该还是比较严重的，因为我很疼。陆思昭眸子暗了暗，我知道了。他又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什么，可惜我没听清。谢崇之后没有再来看过我，但我每天依旧能听到他的声音，因为陆思昭总是给他打电话。谢崇，你女朋友要去卫生间，我能抱她去吗？她不是我女朋友这句话还要我强调多少遍？随你。我一头雾水地看着陆思昭，不明白他在干什么。在他抱起我，将我放在卫生间门口时，我的唇不小心蹭到了他的耳朵。他二话不说，又去跟谢崇告状。谢崇，我刚才抱你女朋友的时候，他不小心亲到我耳朵了，你介意吗？谢崇，滚！他亲了我，你也没关系是吗？别再打电话过来了，你会打扰到宋怡休息。然后他就躺进了谢崇的黑名单。陆思昭挂断电话，噙着笑盯着已经熄屏的手机。半晌，他低声骂了一句：“傻逼！”我脑袋上长出一个问号。陆思昭，你在骂谁？他没回答，只是专注地看着我，语气认真。跟我回家吗？谢崇无数次澄清，跟你不是情侣关系。圆圆，不要他了好吗？选我当男朋友，我比他喜欢你。他停了一瞬，又补充道：10000倍。我脑子转不动了，没听懂他的意思，或者说不敢相信。陆思昭好像误会了什么，眼底浮起一层浅浅的灭然。他对我抱了你，亲了你都完全无所谓，就这种混账，你还要喜欢他是吗？啊，我听懂了，原来陆思昭这没完没了的电话是打给我看的，让我看到谢崇有多不喜欢我了。我率先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不喜欢他了呀。陆思昭，我说话有一点慢，你可不可以等我反应一下？他顿了顿，然后笑了。那你反应过来了吗？要不要选我？我还在消化陆思昭喜欢我这件事，我以为他只是比较善良，同情我才对我这么好的。陆思昭耐心很差，他不想等我继续思考了，走过来直接捧着我的头往下压了压。我被迫点了点头。陆思昭，你答应了。当晚我就被陆思昭裹了件大衣抱着出了医院，顺便多了个男朋友。我像是在酷暑中喝了一杯3分糖的去冰果茶，清凉的气泡急走躁郁闷热的窒息感，一个接一个炸开时还能嗅到清浅的甜意。我不排斥陆思昭成为我男朋友这件事，相反还有点开心。我的胳膊已经拆除了部分绷带，但活动起来还是比较费劲，所以只能站在一边看陆思昭给我布置客房。此时他衣服口袋里的手机响了，他拿出来看了一眼，然后递给了我，帮我接一下，问他找你男朋友干什么。接着便转身进了浴室，屏幕上写着谢崇2个字，我按下接听键。陆思昭，你把圆圆带去哪了？护士说你给她办了出院，你疯了？我女朋友你说带走就带走。我按照陆思昭教我的，捧着手机慢慢说道，请问你找我男朋友有事吗？他现在正在给我放洗澡水，没办法接你的电话呢。对面陡然安静了几秒，谢崇在开口时声音冷冽了不少。男朋友？姻缘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化身百度百科，依旧轻声细语的，就是我跟陆思昭在交往的意思。谢崇仿佛觉得很可笑，言语中不禁带着点笑意。那我呢？圆圆，我是你未婚夫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的娃娃亲解除了。我急不可耐地跟他分享这个好消息，但谢崇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并不能感受到我的快乐。陆思昭才是，因为我告诉他的时候，他好像比我还开心。谢崇迟迟没有说话，我不愿意再等他，简单告别后就挂了电话。胳膊上的伤还没好，不能沾水，我需要把手举得像在做七彩阳光的预备节一样高，才敢泡进浴缸里。洗完澡出来后，陆思昭也已经洗完澡换好睡衣，坐在床边等我了。他拍了拍床头柜上的医药箱，来换药。陆思昭捧着我的胳膊擦药时，忽然叹了一口气。我还是比较重视男朋友的情绪问题的，立即问他怎么啦。陆思昭气定神闲地说，谢崇因为你跟我谈恋爱生气了，明天去学校他一定会找我麻烦。我不解地皱起眉头，为什么生气？他不喜欢我的，因为他贱。陆思昭扯了下唇，我点点头，认可这个答案。陆思昭接着提起刚才的话题，他欺负我怎么办？圆圆会保护我吗？会的。我回答的不太有底气，哄陆思昭的成分更多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保护一个比我高20多公分的男生。陆思昭弯唇笑了一下，罕见的温和。他陪我做到2条胳膊上的药膏都干了，才起身离开。床头灯拉灭，陆思昭轻身在我额头上落在一个轻柔的吻，晚安。我闭上眼。初恋的第一天，打卡结束。陆思昭猜错了，谢崇没有针对陆思昭，相反，他似乎是在替陆思昭鸣不平。目光落在我们十指相扣的手上，他荒谬地眯了下眼。陆思昭，你疯了？像宋怡说的一样，你和他谈恋爱是为了满足什么奇怪的癖好，比如恋唇癖？陆思昭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我脑子转得慢的问题，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他对待我像是对待一个正常人，没有别人眼里的鄙夷或者同情。陆思昭神色未变，依旧牵着我的手。你觉得他很蠢？不然？陆思昭微抬起下巴，自上而下地打量着谢崇，毫不掩饰眼里的藐视。谢崇，什么叫蠢？他的思想没有你那么复杂肮脏，只是简单点就是蠢，起码他分得清对错，比起看不清自己的你好太多。听明白了吗，蠢货？谢崇目光一直紧紧锁在我身上，但话是对陆思昭说的，我没什么看不清的，你别后悔就好。陆思昭了无意味地勾了下唇，没接他的话，拿上他的文件袋就带我去办公楼了。路上，陆思昭不经意地瞥了我一眼，他刚用那么难听的词骂你，你不生气呀？别不是还舍不得你的竹马哥哥吧？酸酸的。我抱着陆思昭的胳膊，晃了晃脑袋。我反应过来他在骂我的时候，立刻就生气了呀。但是你帮我骂了回去，就已经抵消了，我干嘛要多生一分气？陆思昭停下脚步，忽然跟我道歉。他自嘲地笑了下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挺矫情的？我仰头看着他。陆思昭说，因为你总说自己反应迟钝，我不确定你是不是在感情方面也这样，是不是还对谢崇残留什么竹马情谊之类的。
男生别开目光，却依旧被我捕捉到藏在其中的忐忑。我握紧他的手，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了，一点也不。我一字一顿地跟他强调，却还是觉得不太够。陆思昭注视着我，似乎也期待着我再说点什么。这种感觉就像是一根看不清摸不到的绳子，在我面前来回摇摆。我模模糊糊感知得到它，却还是抓不住，只好沉默下来。陆思昭没说什么，只是摸了摸我的头，已经很好了，圆圆，我知足了。在办公楼楼下等陆思昭时，我又碰上了谢崇，他迎面朝我走来，我下意识想躲，却被他拉住手腕，挺伤人的，圆圆。谢崇目光晦暗，说：“你以前最黏我。”我见挣扎不开，另一只手毫不犹豫去捶他的胳膊，迫使他放开我。谢崇没露出吃痛的神色，但还是松开了我。觉得陆思昭比我好，是吗？我不想再跟他说话，绕过他进教学楼等陆思昭。身后传来谢崇不咸不淡的声音：“他现在这样，只不过是还没经历过异样的眼光而已。劝你认真看看，他其实和我一样，都俗不可耐。我为什么要去听一个刚贬低完我的人说的话呢？至于陆思昭，我可以自己去看。”所以我并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。直到那天我和陆思昭在学校里散步，频频有人将目光投向我，我才再次想起谢崇那天的话。路过的人讨论声越来越高。对，就是他，我没听错，他脑子不正常的。什么？精神病？也太可怕了吧！我靠，学校怎么让有精神分裂的人进我们学校啊？就是，而且我还听说他发疯，开车撞了我们学校的一个女生，叫什么宋怡好像。我几乎是本能的松开了陆思昭的手，这种如芒在背的感觉，让我好像回到了以前在谢崇身后追着他跑的日子。他明令禁止我在学校跟他有任何肢体接触，跟在他身后尽量1米以外的位置。我知道这是为什么，但还是忍着低落的情绪安慰谢崇。谢崇，你别怕，我不说话，没人看得出来我有点傻，不会给你丢人的。他当时正在写论文，目光放在电脑屏幕上，冷淡的嗓音里透着点点讥讽的意味。你是觉得我身后跟着个哑巴就不丢人了？我没再说话了，安静的端起水杯回了房间，才敢压抑着声音哭出来的。因为我本身就是个麻烦，所以我不能有任何脾气。这是爸爸出国之前无数遍强调过的。我刚松握住陆思昭的力道，他就直接松开了我，然后下一秒一把揪住了一个男生的领子。陆思昭苍白的手背青筋暴起，周身戾气尽显。说，你在指着谁说精神病啊？男生目光快速掠过我，再闪躲开。没谁，你听错了吧？陆思昭噙着笑凑近他，声音微微压低，敢说不敢认没关系，我可以打到你认。说着，陆思昭就扬起了拳头。我瞪大眼睛，刚开口想叫住他，就被另一个人抢先。你打他有什么用？谢崇从暗处慢条斯理地走出来。你打了他，别人就不会说了。陆思昭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理智？周围刚才议论纷纷的人被陆思昭吓得不敢再停留，都一两个凑堆离开了。陆思昭拳头停住，缓缓抬眼看向谢崇。你干的？是。谢崇坦然承认。陆思昭点了点头，然后甩开了那个男生，任由男生跟枪跑走。他径直走到谢崇面前，将这一拳挥在了他脸上。人渣！谢崇被打得偏了下头，依旧不甚在意的态度。你激动什么？他牵了下唇，目光里含着鄙薄，不是一副不在乎世俗眼光的样子吗？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为他打过的架不比你少，现在还不是受不了了？他们只是低声议论你几句，你就忍不下去了？陆思昭，你以为你比我好到哪儿去？我低头看着脚尖，忽然不敢去看陆思昭此时的神情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在我不给陆思昭惹来麻烦的前提下，他依旧是喜欢我的。但现在这种状况，我也只能将期待压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如果他为此放弃我，我也最多只伤心1天就好了。等待陆思昭回答的时间莫名被拉得很长，好像过去很久很久，我才听到他的声音。果然是。陆思昭再次扬起手，拖着腔调慢悠悠说完后半句话：自己烂，以为别人就该一样烂。话音刚落，又一拳砸在了谢崇的脸上。为了迫不及待地证明我跟你一样，就算伤害他也没关系。陆思昭因为克制怒火，声音嘶哑到发颤：你瞎了吗？没看到他有多难过吗？背对着我的谢崇呻吟一顿，他没有顺着陆思昭的话转过头来，只是淡声说：有什么关系？反正他也习惯了。因为这句话，两个人再次打了起来。在谢崇准备朝陆思昭还手时，我捡起草丛里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，用力砸到了他手上。谢崇疼得整条胳膊都颤了一下，但好在终于停了下来。我答应过陆思昭要保护他，我也能为他做点什么，这个认知让我很有成就感。我走过去扶起陆思昭，他说的对，我习惯了的，没有太在意他们的话。接着看向他身上的伤口，想碰又不敢碰，嘴角又不由得耷拉下来。看到你受伤，我才会难过，所以不要跟他打架了，我们去医院吧。陆思昭还没说话，我身后的谢崇就莫名轻笑出声，我当作没听见，扶着陆思昭离开。圆圆，谢崇再次开口，只是情绪难以分辨。我手流血了，我拿出纸巾压在陆思昭胳膊渗出血的位置上，没空回答他。他突然强调这个干什么呢？我有一点担心他是不是想讹我。到了医院，听到医生说他手指关节挫伤时，我眼睛一下子就红了。陆思昭看起来却一如既往的漫不经心。开完药包扎好，我们就回了家。陆思昭大概看出来了我情绪低落，吊儿郎当的开起了玩笑。谢崇下手还是太轻了。我抬起头，不可思议的看着他。啊！陆思昭眉头微挑，视线描摹着缠上绷带的手。随便打几下架，挫伤一下，你都感动的不行。再严重一点，你不就更感动了？多感动几次，说不定就喜欢上我了。陆思昭大拉拉靠在沙发上，煞有其事地思考着。明天跟谢崇约个时间，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再打我几拳。因为陆思昭表情过于认真，我被骗到了，以为他在说真的，忙不迭凑到他面前，脱口而出：我已经很喜欢你了呀，别去找打了，上赶着求挨打才是奇怪的癖好吧？你说什么？陆思昭缓缓敛起笑，一瞬不瞬地凝视着我。此时我才后知后觉，我刚刚好像告白了。莹莹月光下，陆思昭的紧张和不安被映照得懒无余。我眨了眨眼，然后双手拢住耳边的长发，低下头，
将一个吻落在了陆思昭的侧脸上。不仅仅是感动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心疼，因为喜欢才会心疼。过了许久，陆思昭才开口，也有很多很多的喜欢吗？我点点头，有呀。之后那天就成了我认识陆思昭以来见过他笑的次数最多的一天。我的初恋早在不知不觉中步入正轨。谢崇其实猜错了，他嘲讽陆思昭打人只是无用功，然而事实却是，自那天以后，谣言忽然像一夜蒸发一样消失不见。我偶尔会偷瞄旁边的人，但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，没人再时不时的瞟我一眼。大概是大家都不想自己的脸变得和谢崇一样惨不忍睹。至于有没有人背后议论，就不值得我再去浪费脑细胞了。宋怡因为伤在头部，是等彻底痊愈才回的学校。听说我和谢崇彻底没关系后，他真的开始光明正大的追求谢崇，偶尔目光撞上我，也只是轻哼一声，不再说什么刻薄的话。我想，正是因为他没有以前那么讨厌，我才会在那天站出来。我是在等陆思昭下课的时候撞见那一幕的。另外一间教室的人先陆陆续续出来，我看到宋怡穿着裙子走在前面，后面有个男生几乎是贴着她在走。随即从男生腿间传来一道闪光灯，因为宋怡已经差不多走在最后了，所以身后没几个人。好心出声提醒她的几率更少。好在再次亮起一道闪光时，宋怡注意到了，回过头的瞬间，男生把手机揣进了兜里。你在干什么？宋怡紧紧盯着他质问，声音没有丝毫压低。偷拍吗？准备离开的学生嗅到热闹的气息，全都停下脚步旁观。男生从容否认。想多了吧，宋怡。宋怡气的神情都紧绷起来。那就把你手机拿出来让我看看。凭什么呀？男生理直气壮的。你懂什么叫隐私吗？宋怡垂在身侧的手攥得很紧。你心虚什么呀？你就是偷怕了，我都看到闪光灯了。把你手机拿出来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周围有看不过眼的同学纷纷出声催促男生，让他拿出手机。男生咒骂了几句，依旧不甘示弱。你他妈想看可以，如果证明我没有偷拍，你明天给我在4个班人都在的大课上道歉。宋怡被气得毫不犹豫就点头了。那你如果偷拍了呢？男生撇撇嘴，那你报警给我送进去呗。大家看到男生这么笃定的态度，也开始有些摇摆不定。陆思昭他们班拖堂结束，下课出来围观的人更多了。宋怡目光落在了刚出来的谢崇身上，紧张的神情缓和了一些，就像是谢崇的出现给宋怡带来了底气。宋怡点点头，好。男生将手机拿出来，解锁后就直接递给宋怡，随便他怎么翻，是真的没有任何照片。2-3分钟过去了，有人等得不耐烦了，边抱怨边四散离开，指责对象瞬间变成了宋怡。女生脸色越来越白，仓皇地翻着各个软件，喃喃自语：不可能啊，我不可能看错呀。她下意识向谢崇求助，谢学长，我被偷，跟我没关系。谢崇面无表情打断他，还要多久才能解决完？今天实验是你负责记录。此刻我终于相信谢崇对宋怡的偏爱都是因为他的物理天赋。那个男生暴毙靠在墙上，讥笑地看着快要急哭了的宋怡。陆思昭被老师留了几分钟，最后才出来。他走到我身边，没什么兴趣地扫了一眼那边的闹剧。在看什么？这么认真？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男生，没有理会陆思昭的话，直到男生站直身体，不耐烦地对宋怡说：查完了手机就还给我，还有别忘了明天当众道歉。我才看清他的衣服，为了不给照顾我的人制造麻烦，我很少主动理会这种事，但这次我是实实在在地看清了，不是这个手机。我的声音使得打算离开的人再次驻足。男生闻言猛地转头看向我，和刚才游刃有余的神情截然不同。宋怡仿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急迫地走到我面前。你说什么？那个偷拍的手机外壳是白色的，和这个不一样。那个手机就被他插在腰间。男生额头上冒出冷汗，他仓皇看了眼四周，转身就跑，但很快就被别的男生追上来摁住，掀开他的外套，另一个手机就卡在裤腰上。宋怡在看到照片那一刻，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。我没再看他，和陆思昭一起离开了。陆思昭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有一点多管闲事啊？不会。陆思昭从书包里挑了一包水果软糖，拆开递给我，语气温和而认真。你保护了别人，非常厉害啊，圆圆。我认同地点了2下头，然后给陆思昭喂了一颗水果糖，表示奖励。在快走出校门的时候，宋怡忽然追了上来的。谢谢。我哦一声，又神色如常地转回头，继续和陆思昭边聊边走，没把宋怡放在心上。1周后，陆思昭他们小组之前某个比赛的结果出来了，拿了1等奖，似乎含金量很高，导师甚至拨了经费开庆功宴，经费很足，有人带了女朋友一起，陆思昭也就把我带上了。我正在专心致志地搓着蟹黄豆腐拌饭，宋怡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我旁边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喂，那天你眼睛还挺尖吗？我莫名其妙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继续拌饭。宋怡拿起勺子舀了一勺蟹黄豆腐放进我碗里，神情别扭，又不停偷瞄我。你为什么帮我呀？你不讨厌我吗？我挖了一勺错匀的饭正吃着，听他这么说，我只能先把饭移进两边的腮帮子里，再回答他。有点讨厌吧？但是我觉得那个男生更恶心。他手托着腮，不太高兴地哦了一声。没一会儿，宋怡又扭扭捏捏地开口：对不起啊，我之前不该骂你智障儿童。我头也不抬地扒拉着碗里的饭，声音非常含糊。没关系啊，陆思昭也说你是智障儿童了，还把你气得低血糖了，我们扯平了。他又冷着脸给我挖了3勺蟹黄豆腐，然后愤愤起身回到自己的座位。我勺子一顿，随即继续低头吃着碗里的豆腐。我暂时没有跟宋怡做朋友的想法，所以不想回应他的示好。中途服务员端了2杯牛奶进来，问陆思昭和谢崇：你2位刚才各点了1杯牛奶，是放在各自的面前吗？2个人都指向了我，给他的。在座的有不知道我们情况的，就大大咧咧问了出来。我说谢崇，人家陆思昭给他女朋友点的，你干嘛也给他女朋友点？想抢他女朋友啊？谢崇默着一张脸，也不解释。陆思昭却直接让服务员把2杯牛奶放在了我面前，神色看不出一点尴尬，反而还有些欣慰。谢崇一直拿我女朋友当亲妹妹看，照顾她也是应该的。谢崇冷沈了一声，没搭理他。陆思昭自顾自地继续说着，语气非常欠。
谢崇是不可能对我女朋友有别的想法的，因为我们在一起就是谢崇撮合的。说着，陆思昭拍了拍谢崇的肩膀，大舅哥，谢谢。滚！谢崇抖掉他的手，气压越来越低。陆思昭轻嗤一声，没跟他计较。今天的庆功宴，同时也是谢崇的送别宴。听说他要去缅甸做交换生了，是陆思昭向系里推荐他的。我喝着牛奶，感慨地摇了摇头。陆思昭真的是很有格局的一个男生呀。傍晚聚餐结束后，谢崇拦住了准备离开的我，他垂着眼，苦涩地笑了下。圆圆，这段时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，我本来有很多话想告诉你的，但想了想，还是不说了，以免你困扰。我有些疑惑，所以他叫住我到底想说什么。陆思昭结完账回来，刚好看到他在这里犯矫情，跟他擦肩而过时，不轻不重撞了一下肩膀，嘲弄地勾了下唇，边拉着我离开，边背对着谢崇慢声道：你以为你说了能有什么用？大舅哥，缅甸之旅一路顺风。我好像脑子比以前转得快一点了，刚到家我就反应过来，后知后觉啊了一声。谢崇好像喜欢上我了。陆思昭脸色一变，更加验证了我的猜想。我惊喜地拉住他的袖子晃了晃，对吧？我说对了吧？陆思昭神色骤沉，这么开心？因为我话还没说话，唇就被陆思昭堵住。他将我压在沙发上，亲吻的力度格外重，许久才放开我。你现在知道也晚了，你已经给我表白了，感动歪心思就是出轨，明白吗？我的嘴又疼又麻，我有些委屈的控诉，我只是在高兴我反应又快了一点。你把我亲疼了。陆思昭一怔，低声道歉，圆圆，对不起。接着再次俯身吻了下来，这次动作轻柔很多。陆思昭含了下我的唇，又放开。对不起。我搂住他的脖子，声音也不由得放轻。你别害怕，我只喜欢你。陆思昭手穿过我的腿窝，把我横抱起来，低头亲密地蹭着我的鼻尖。再说一次。我被抱进了陆思昭的房间，从床上到浴室，再到沙发、躺椅、楼梯，被逼着说过无数遍我喜欢你。后来一切归于寂静。陆思昭把我从浴室抱出来，替我换了件睡衣，一个缱绻的晚安吻落在我额头上。陆思昭低声说：我爱你。全文完。